今晚我在他院子里守着。行，后半夜我来换你。房间内，木香静坐在床榻边缘，视线放空，脑袋里的两个小人又开始打架了。叶璇锦恶贯满盈，仇家那么多，说不定那天就被寻仇的给弄死了。甜甜要是和他在一起，以后还不得年纪轻轻的当寡妇啊？嘿，说啥玩意儿呢？大奸臣虽然平时看起来是讨厌了一些，但还没那么弱。说真的，他眼光挺好的。寡不敌众，你懂不？朝中上下，包括其他的国家，多少人想要他的命啊！再说了，这个大奸臣来历不明，十分可疑。万一他才是别国的奸细呢？甜甜又不是那种傻姑娘，她见的世面那么多，她选的男人一定不会差的，要相信他。素婉啊，你若在天有灵，今晚给我托个梦，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办。翌日，老爷，锦王殿下来了。谁允许他来了？让他赶紧走。福伯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老爷说笑了，不碍事的。锦王那边，我爹对你成见太深了，一时接受不了，你也别心急啊。没事，来日方长。丞相大人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以前景王殿下不总喊我老东西吗？你还是继续这么称呼我吧。叶璇锦有些头大，薄唇轻抿，片刻后才出了声：您若不喜欢我称呼您为丞相大人，那么我也不介意提前唤你一声岳父。叶璇锦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只要我穆昭辉在世一天，我都不会同意你和甜甜的事情。你树敌那么多，有没有想过，甜甜要是跟着你，会遭受多少的非议，甚至各种的刺伤？甜甜的树敌好像也不少。再说了，刺杀算什么呀？甜甜有一整个土匪窝，指不定谁杀谁呢。可是现在赤雪山的事情万般不能告诉老爹的，他生怕老爹一口气差了，到时候直接过去了。闭嘴！我问你，我和你大哥去祭拜你母亲的那2天，甜甜在哪儿？差点忘记了，陈庭轩还约了我喝茶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爹，其实呢，我觉得你担心的有点多啊。你看看啊，你看看景王这脸，俊美非凡，如同天神下凡一般，引得多少京中女子为之倾倒啊。还有这身段，颀长挺拔，宽肩窄腰，再看看他的地位，看看他的家产，你说说，5天之下还能找出第2个如此完美的男子吗？他和甜甜走在一起，那就天生一对儿，般配至极啊。叶璇锦被穆兴泽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了，虽然穆兴泽说的都是实话。叶璇锦，你若让我成全你和甜甜也可以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在明日天黑之前，你若能够拿到一株传说中的地狱灵芝，我便同意你和甜甜在一起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岳父，我这就去办。叶璇锦笑看了他一眼，随后转身离开相府。他什么意思？感谢你的成全呗。臭小子，早知道你妹妹被大奸臣拐跑了，你也不告诉我，我打死你个小兔崽子！穆兴泽吓得撒腿就跑，跑到门外时撞上了穆承安。大哥，救命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承安啊，我心里苦啊。怎么回事啊？穆相把叶璇锦和穆幽月的事情告诉给了穆承安听。甜甜不是任性的孩子，她做事自有分寸。可是，爹，咱们要相信甜甜。这世间黑白混淆，你眼中的恶人，就真的是恶人吗？爹，大哥说的有道理。你这样不认可锦王，甜甜夹在中间也不好受。他一定是希望爹爹能祝福他和锦王的。你以前不是说我们兄妹几个只要找到真心喜欢的人，你一定不会反对吗？
怎么到了甜甜这儿，这话就行不通了呢？你们别说话，让我一个人静静。木象摆手，转身往后院走去。灵州那一次，甜甜和锦王单独出去过了2夜。这个我也不知道啊，这。老二心里苦，闲人真不好做呀。要不他明天还是继续去守城门吧。福伯，我爹他现在怎么样？一个人在院里折花瓣呢。折花瓣？可不是，摘一片，嘴里念叨一句行不行，行不行。每次最后一片念到行的时候，就重新采一朵，接着摘。院里那盆刚开的墨菊啊，都快被他薅秃了。现在开始霍霍别的品种了。连你们也被大奸臣收买了。爹，甜甜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怎么会呢？我知道爹都是为我着想。唉，在你回京之前，我在朝堂的确和叶玄景不对付。这人吧，狂得要命，谁都不放在眼里。朝中哪个大臣没有受过他的气？因此，一直以来，我对他的印象都是极差的，差到恨不得拿毒药毒死他。现在，我真的不敢确定，他对你的真心能持续多久。甜甜，我怕你吃亏。穆幽月闻言，唇角笑意渐浓，忍不住轻笑了几声出来。你笑什么？还以以后是叶玄景吃亏呢？他怎么可能吃亏啊？这件事儿，我必须得先好好考验他一番。若是他通过了我的考验，我就同意你们。在我同意你们之前，你可不许胳膊肘往外拐，你必须和我一条心才是。是，我听你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你会医术啊？你说地府灵芝这玩意儿，世间真的存在吗？万一这个大奸臣找不到怎么办？叶玄锦这边，明清，叶玄锦冷着脸唤道：“殿下，有人进过本王的药房。属下想起来了，前段时间北院的母狼刚生产不久后，灰狼就来过这儿，好像把灵芝拿去给母狼吃了。”叶玄锦在这一刻有股想去北院杀了那2头畜生的冲动，但母狼是甜甜带来的，算了，本王出去一趟。赤芝、紫灵芝、铁山灵芝，只要是灵芝，我这里全部都有啊！全部都有？那不错，只要是灵芝，我这里都有。各管你要哪个，如果全部打包，我可以给你便宜点儿。不是我吹啊，我家可是灵芝世家。不盖灵芝。不好意思，我这儿没有。你算哪门子灵芝世家？叶玄锦看着摊位上的这些并不是他要的，老头莫名其妙被鄙视了一通，瞬间不服气了。你口气挺狂啊！我盖灵芝，你知道这有多珍惜吗？再说了，我只是说我这里没有，不代表我没有门路。我知道有个地方有博盖灵芝，但那儿地势险峻，你若有本事你就去摘，若没本事，你那一条命就要交代在那儿了。带路。叶玄锦面无表情地吐出2个字儿，见老头面有迟疑，又扫了眼他的摊位。这些我都买了。嘿嘿，好嘞，我这就带你去。就在那边的悬崖峭壁上，看见那棵树没有？它的基部有一株刚长出不久的博盖灵芝，那个位置太尴尬了，而且你看，旁边还有许多的蛇在那里，花花绿绿的，一看就是一些毒蛇，反正我可不敢去。这位公子，还是算了吧，太危险了。下回我若得到博盖灵芝，我再通知你，行不？不行。叶玄锦话落，已经飞身而起。哎呀，
怎么劝不听呢？算了，我可不管你了。算了，一会儿好歹还能给你收尸呢。哎，别说啊，这位公子武功真不赖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纤瘦的身影从老头眼前闪过，直冲半山腰。又一个不怕死的。这时，叶玄锦已经摘到了博盖灵芝，而红斑蛇王也以最快的速度朝他迅猛袭来。电光火石间，叶玄锦已折下一根树枝，凭借声音来源的判断，直插入蛇王的眉心。好吧，他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大奸臣果然杀伤力十足。叶玄锦，你没事吧？四目相对的这一刻，叶玄锦一怔。月色下，看着只露出一双明亮的双眼，以及满脸是血的穆幽月后，眼前忽然浮现一个久远的画面。一个浑身是血的女子坐在山间，奄奄一息。是你，甜甜，是你。才分别不久啊，见到我不至于这么激动吧？叶玄锦如何能不激动？那一日是他记忆中第一日来到宣朝这个地方，他一路往山下走，遇见的那个浑身是血的女子，也是他来到宣朝后第一个碰见的人。没想到竟然就是甜甜。这里的伤口后来是怎么好的？你认出我了？甜甜，对不起。不用向我道歉，说真的，多亏了你的丹药，让我可以聚气催动玄灵术滋育牲口，否则我可能真要死在那里吧。说真的，这大概真的是缘分吧。他出来议事第一日便遇到了叶玄锦。灵芝呢？你之前说我对你有救命之恩，是早就认出我了？对啊，悔经见到你的第一眼就认出来了。灵芝呢？走，去见岳父。去丞相府的路上，叶玄锦心尖传来一阵猛烈的绞痛，似是有利器不断地扎在他的心尖，疼得他不禁皱起眉头。他极力地忍着心口的不适，生怕穆幽月看出不妥。可穆幽月还是从他紊乱的气息发现了一些端倪。你怎么了？身体不适？没事，刚刚采灵芝，耗费了一些精力。这么晚了，甜甜到底跑哪儿去了？他该不会和叶玄锦一起私奔了吧？哎呀，你说叶玄锦这小子，你灵芝拿不到就拿不到，咱们有事好好商量，怎么还把甜甜给拐跑了呢？爹，你未免想的多了一些吧？老爷，回来了，他们回来了。岳父大人，请笑纳。这就拿到了博盖灵芝。博盖灵芝，木匠瞬间又来劲儿啊！好啊，原来不是地狱灵芝，差点被这小子给糊弄了。博盖灵芝又名地狱灵芝，不错，的确是爹想要的。什么玩意儿？地狱灵芝就是博盖灵芝啊？爹，你愣着干嘛？快收啊！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哦。急什么？咱爹这么大个官儿，说话还能不算数吗？别以为我收下灵芝就真的接受你了，往后还得看你表现的。叶玄锦，你将来若是敢负了甜甜，我穆昭辉第一个就不放过你。岳父大人，请放心，你这声岳父大人就先免了，太早了，迟早要叫的。岳父大人提前习惯就好。吃饭没有？我们还没吃呢，爹爹给我们准备了晚膳吗？啊，对，是的。待两人走后，木匠看着手里的博盖灵芝，气不打一处来。福伯，叫厨房把这玩意儿给我炖了，我今晚当宵夜吃。说罢，还气呼呼地朝灵芝拍打了一下。你咋就叫博盖灵芝呢？穆承安失笑几分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我之前听陈大人说，叶玄锦好事将近，怎么地，他和甜甜准备成婚了？
你们连这事儿都瞒着我？不知道啊。靠，二哥这回学聪明了，竟然提前跑了。关键这事儿他们真不知道啊。兔崽子们，一天不收拾就皮痒。我再强调一遍，你们将来找对象必须得擦亮眼睛。长得不漂亮可以，家境不好也没事，但做人一定要正直善良，不准再找那种危险人物。哪种是指危险人物？能举个例子吗？这都不能理解。比如天瑶国奸细、江湖上的杀人狂徒，以及祸乱朝纲的那种，通通不能要。这种啊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哥几个眼光还不至于差成这样。小四，你说是吧？二哥说的对。你们慢吃，我上朝去了。昨天告假一天，真是罪过。木相走后，善厅气氛轻松了一些。甜甜，你和锦王想要真正的修成正果，看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啊。现在说这个太早了一些吧？你觉得早，人家可不觉得，指不定过2日赐婚圣旨就下来了。应该不会吧？我得出去一趟，我先走了。主人，你遇到什么事了？我和你说，这个公主我再也不当了，太可怕了。就昨晚，我听说魏太后召见了慕容北萧，我寻思必有大事发生，就飘过去看看。结果你猜怎么着来着？这2人直接越过我，商议起宣柔和慕容北萧的婚事来了。慕容北萧说，在宴会初见我，说我的性子可爱活泼，对我很满意，所以想在离京的时候直接把我捎上，一起回天瑶国。他娘的，给我吓的，还是把身体还给宣柔，让他去天瑶国享福吧。你占了人家身体那么久，如今把这烂摊子丢给人家，不地道吧？哎，你可冤枉我了，我不是寻思想趁机看看宣柔自己的意愿吗？万一她很乐意嫁过去呢？但如果她不愿意去天瑶国，我也有办法帮她退了这门亲事，毕竟附身了这么久，我对她的身体也有感情。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像个渣男呢？我还渣男呢，这可冤枉我了。宣科呢？他府上那个小妾阮氏生了个儿子，他乐得找不到北呢，哪还有心思学武功？那行吧，看来今天我是清闲了，走吧，跟我回去。御花园内，岳父，宫门重地，低调点，别这么叫我，继续叫我丞相。那我听您的，一会儿要一起用午膳吗？不必了，我约了陈大人、曹大人他们。对了，景王，丞相大人不必如此客气，可以直接唤我小叶。木相差点想破口大骂，这大奸臣就是靠这般无耻劲儿，才把他家单纯的甜甜骗到手的吧？丞相大人，刚刚想说什么？你和甜甜现在对外还是得低调点儿，免得被有心人知道做了文章，明白吗？好，我记下了。这还差不多。木相说着便往前走，走了没2步又停了下来，回头看了眼叶玄锦，见他孤身一人站在那儿，总觉得惨兮兮的。既然甜甜喜欢他，那么他这个做父亲的也得爱屋及乌。晚上有时间的话，来幕府一起吃饭吧。多谢丞相大人。不客气。方才在门口碰见慕容北萧了。碰见了。天饶国国君慕容北萧有意迎娶你做他的王后，你可愿意远嫁天饶国呀？母后，你糊涂了吗？天瑶国离这里有多少距离？你舍得让我远嫁他乡吗？这件事情我不会同意的，你可以让别的公主嫁过去。柔儿，不要任性，哀家是你的母亲，不会害你的。
如今天饶国在慕容北萧的带领下逐渐壮大，你若成了他的王后，将来必定是人上人，就连轩宇见了你都要客气地唤你一声天饶王妃。如此好的机会，难不成你想让给其他的公主？你愿意看着那些曾经地位不如你的公主们爬到你的头上吗？母后，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，但是你必须得先答应我一件事。说来听听。你替我除掉慕幽月。不用你说，哀家也会除掉他。那儿臣就等母后的好消息了。你师父九幽这2天是否还在教你啊？刚想问谁是九幽时，身体莫名一晃，随后眼珠子转了转。那肯定啊，我师父多有责任心呀，我都学了7、8招了。胖幽灵感慨，自己来的真是时候。丞相府，轩轩长大了好多啊，抱起来有些沉了。每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能不沉吗？叶玄锦视线落在他的侧颜，忍不住凑过去一些，唇角即将触碰到他脸颊时，门口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。我不是故意的啊，我只是有急事儿和甜甜说。什么事啊？太后找九幽。这个太后也真是闲得慌，找九幽还得托幻星楼的关系好，平白又让他赚了一笔银子。那我去瞧瞧。锦王，我爹回来了，请你一起去下棋呢。这是狼是狗？叶玄锦，我家甜甜最怕狗了，你安的什么心？这个是狼。什么狼？怕狗是甜甜的弱点，未免有心人故意利用，这个弱点必须克服才行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这小狼崽儿刚出生不久吧？他叫什么？穆璇璇。甜甜选的名字。哦，挺好的。半个时辰后，哎呀，小锦啊，你这个棋艺不行啊，都输了多少回了？岳父的棋艺果然名不虚传。哪里，你是故意让我的吧？没有，拼了全力的。高啊，实在是高啊！这才多久啊？爹这个没骨气的就彻底被俘虏了？皇宫怎么？哀家想求你办一件事儿。说来听听。哀家想请你杀个人。太后娘娘找错人了吧？我们赤血山是土匪窝，可不是杀手组织。要杀人，您恐怕得去找安民殿才行，人家那才是专业拿钱杀人的。九幽，杀个人而已，对你而言轻而易举。只要你帮哀家把事情办成，哀家可以给你很多的金银财宝。慕幽月见他如此下血本要杀人，不禁好奇。谁啊这是？让太后娘娘如此大动肝火？丞相府嫡女慕幽月。他听见了什么？让九幽去杀慕幽月？这么刺激的吗？我杀我自己？有趣，着实有趣。让我去杀一位官家千金，太后娘娘未免大材小用了吧？还是说你看不起我？不，哀家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，反而是你不了解她。慕幽月此女身手深不可测呀。那就请太后开个让我满意的价吧，3000万两起步，我看看你最高能出多少价，我再考虑帮不帮你这个忙。哀家身边没有太多的现银了，但这么多年收藏了无数珍宝玉器以及首饰，这些都可以拿来给你，你可以估个价。当慕幽月把这一大堆的东西全部塞进储物袋时，魏太后看得傻眼，就这样全部消失了。言归正传，九幽，你收了哀家的东西，是否代表你答应哀家的要求了？当然，不就是一条人命吗？小意思。哀家等你好消息，最好是在月底之前就搞定，这样柔儿也能安心的嫁去天饶国了。出来吧。
赤血山头领，百闻不如一见，与本国君做一场双赢的交易，如何呀？我实在想不到，我一土匪头子与堂堂天瑶国君之间，还能产生什么交易？本国君已经在别馆设宴，九幽姑娘，不如赏个脸。不必了，有话直说，我还有事儿。九幽姑娘既然有事，那么也不急于一时，我们来日方长。在他走后，国君，此女油盐不进，是否要属下去教训她？就凭你，青青，不得轻举妄动。是，国君。你们可以小瞧我，但不可以小瞧我的卦。行行行，你的卦最准了，行吧？哎，悠悠来了。悠悠，你怎么会有时间过来呀？顺路过来说个事儿，想听听你们的意见。穆幽月长话短说，把太后让九幽杀穆幽月的事情和他们说了一遍。你们说，这单我怎么处理最好？对不起啊，我有点想笑。这是什么鬼要求？那得咋整呢？我真想不到办法。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李婶儿以前不是封刀寨的吗？咱们可以借着封刀寨的名义，对太后发起死亡威胁。到时候太后的自顾不暇了，哪还有心情管其他的啊？我看行，这个靠谱。让这老太婆也尝一尝被威胁的滋味儿。对，就这个，光想想都刺激。那这事儿交给我。行，那就交给你，其余人给陆延打辅助。没问题。小姐，你觉得这3幅山水画哪幅更好？这几幅画看似风景都一样，但转换了许多风格手法。最左边这幅吧，最自然细腻。穆相一脸震惊地看着他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是甜甜娘亲画的，其余2幅是我临摹的。我现在该说些什么才好？这时，我可以进来吗？快进来。你们在欣赏画吗？话落，走近，往那3幅画看了一眼。这幅最好，这2幅就不咋地了。怎么就不咋地了？哪里不咋地了？我肚子饿了，你呢？有点。那我们去吃饭吧。好。去宫中可有遇到什么麻烦事？遇到了一个大麻烦。太后给了我好多金银珠宝，让我杀自己。啊？叶玄锦伸手轻轻摸了摸他的脑袋，低沉温润的嗓音在他头顶响起。别怕。虽知他有自保的能力，可自己捧在心尖的宝贝被人明目张胆地惦记上性命，这一点让叶玄锦很不高兴。我不怕。须臾，一道煞风景的声音插了过来。不是韩鄂吗？怎么还在这儿？等爹一起啊。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呀？上回七叔还说我将来的另一半是地里挖出来的，难不成还是个萝卜精转世不成？随便听听就得了，真要整个萝卜精出来，你敢娶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多刺激啊！你就嘴硬吧。齐叔，就是那天那位白胡子大爷，他会算卦。你别听你二哥的，那老头就是个骗子。一旁叶玄锦顿了顿，好像也不是骗子，至少他觉得还挺准的。小锦呢？你也被他给骗过？他说什么了？情缘不足，须得借助贵人，方可圆满。不可见异思迁，否则必遭天谴。切莫固执己见，方可换得百年好合。固执己见，说通俗点，就是别死鸭子嘴硬。老大，你身边有没有合适的对象啊？没有。不是吧？我不会真的娶个萝卜精吗？什么时候
让我再见一见那位奇叔，我也想算一卦。他最近几天估计很忙吧？这一夜，风刀寨重现江湖。风刀寨，他们竟然要杀哀家！风刀寨又是什么东西啊？难道是九幽做的？风刀寨曾是有名的土匪窝，后来据说一夜之间灭门。现在江湖上还有很多传言，说是赤血山为了争当江湖第一土匪窝，把风刀寨灭了门。这两派之间应当是对立的，或许风刀寨的余党一直存在，此次找上太后娘娘，恐怕也是借机想向赤血山立威复仇，顺便冲出江湖。哎，你看，他们杀人的方式都和赤血山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会提前先知会你，在过程中享受着你追我赶的杀人乐趣。太后娘娘此次一不小心，变成了风刀寨利用的对象了。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！臣早就提醒过太后娘娘，不要过多招惹江湖门派，江湖纷乱混杂，高手纷纭，一点也不比宫内平静。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难不成哀家真的要成为他的刀下鬼吗？为今之计，得先调派更多的人马过来保护太后娘娘，其余的得从长计议。他们今夜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潜进了哀家的寝殿，调派人马有什么用？哀家必须得在他们出手之前先将他们除掉。可我们并不了解风刀寨的行踪轨迹，贸然去查反而容易打草惊蛇，惹怒对方啊。九幽，让他来保护哀家。他既然能屠了风刀寨满门，必然了解对方。九幽到底是江湖人士，我觉得此举并不妥当，何况我们一点也不了解他。没用的东西，给哀家滚出去！哀家自己想办法。太后娘娘先冷静一晚吧，臣明日再来见您。叶玄锦微微垂眸，指尖随意一点，黑色悬铃树透散出惑人又诡异的气息，缓缓飘向魏太后的寝殿。此时，魏太后进入灵蝶打造的梦境。叶玄锦原本并不打算消耗自己的精气来做魏如英这些，但是魏如英对甜甜起了这般的杀心，他可就忍不了了。魏如英，还我命来！魏如英，你杀了我的孩子，我要杀了你！魏太后仔细看了眼这些缠着她的人，全部都是曾经的一些熟脸。你们别跟着我，快走！哀家不是有意杀你们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！伴随着一声尖叫，魏太后惊醒，满目惊慌。为师在京城也待够了，也该回寒光派了。唉，也不知道那群兔崽子最近有没有好好练功。如今韩林也常驻京城，你们师兄妹关系虽然没有破冰，但为师知道，你心中的芥蒂已除，往后记得互相帮衬一些。你师兄在这京城，也是在单打独斗啊。是，我听师傅的。我们苏苏真是拿得起放得下，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人。啊，对了，怎么了？今早你看诊的时候，小景过来拜访过我，我问他你的近况，他无意说漏嘴，提起魏太后要杀你。可恶，这个太后当我秦无庸是死了吗？连我的人都敢动。临走之前，我可得送他一份大礼，有他好受的。师傅，这事儿我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，您就别操心了。那不行，此事关乎我寒光派的名誉，别以为当个太后就可以一手遮天了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唉，我吃饱了，你先回去吧，为师忙完也就回寒光派了。秦无庸说完，潇洒的留给穆幽月一个背影。穆幽月眨巴一下眼，低呼一声：“叶玄锦。”他才不信叶玄锦是那种会说漏嘴的人呢，感情是找师傅来撑腰了。叶玄锦，你索性杀了我吧！叶玄锦却是微笑，眼内却薄凉一片。臣怎么敢杀皇上呢？
话落，牵起慕幽月的手离开密道。想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是担心你。甜甜担心我什么？我担心它影响了你的心情。甜甜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生来便是要做恶人的。我知道，因为我也是这种人。可以和我说说你的事吗？此时那个被封印的灵石又一次突破跳了出来。毒恶劫这种事不可以对外透露，否则天机泄露，你会立即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早晚灭了你这个狗东西！轩龙曾派人暗杀我5次，那他真是活该，是吧？甜甜也觉得我做得很对。那当然了，一点错也没有。那就好，还以为甜甜会因此不喜欢我了。永远都喜欢你。是夜。天哪，怎么回事？快来人呐！真是活见鬼了，这好端端的池水竟然都结冰了。冰池内，魏太后几次都昏了过去，可刚闭眼，那些血腥的画面又一次展现。可睁眼，浑身冰冻的寒意让他感觉自己随时都要死掉。宫内某个角落，敢欺负他的徒弟，不给你点厉害看看，你当老娘的寒光派是摆着看的？早晨，太后好端端的，怎么就病得如此严重了？据说连张院判都束手无策。丞相大人，你知道此事吗？好几天都没有见过幕府院判了，我也不知。你们说，该不会是景王干的吧？胡说，不可能！木香也后知后觉自己的反应太激动了。我觉得景王不是那种人。我给你们分析一下啊，叶玄景这人吧，做点坏事恨不得天下皆知，怎么可能如此低调？我猜肯定和他没关系。可除了景王，我实在想不到其他人了。老曹啊，你这猪脑子能不能拐一下弯呀？就不许人太后自己受了风寒病倒了吗？非得把这屎盆子往人家景王头上扣。木相气得骂骂咧咧，真是的，一个个咋那么让人觉得糟心呢？曹大人懵了，张了张嘴。我这也是刚刚偷偷听魏御史他们说的。这边，魏御史慌什么？本王又没说什么，快起来吧。魏御史哪里敢？他前脚刚和身边的官友说了一句叶玄景这个奸臣祸乱朝纲，后脚莫名膝盖就一软。为什么不敢？你再不起来，本王就挖了你的膝盖，让你跪个够。魏御史，去上朝吧，请。另一边，陈大人感慨一声：“看看人家景王，既往不咎，这才是成大事者能拥有的胸怀和格局。”丞相府，穆姑娘，太后娘娘身子不适，请您前去看诊。郑副统领这些年过得很辛苦吧？穆姑娘，太后娘娘请你即刻入宫。郑副统领难道打算一辈子都过这样的日子吗？穆姑娘，究竟想说什么？郑副统领既然不想改变现状，那也没什么好说的。走吧，进宫。且慢。郑副统领除了宣坤以外，还有一子一女安置在扬州吧？这一刻，郑建坛满目震惊。我听闻前几日魏太后以密派暗卫前往了扬州，你说她想干什么呢？不多时，太后的寝殿，穆幽月人呢？为何只有你一个人？方才来时碰见了解王和皇上，皇上缠着穆幽月放风筝，所以什么？究竟是哀家的病重要，还是放风筝重要？臣不敢忤逆皇上。废物！过来扶哀家，哀家要亲自去见一见这个穆幽月。唉，自从不当公主了，这一天天给我无聊的哦。下一次能不能让我也当一下公举呢？你不要去，
话都整不利索，你还当公主呢？公主要表演才艺，你能吗？宣柔这几天在做什么？叔叔，要不朕去陪姐姐说说话吧？她看起来有些无聊，都开始自言自语了。她不无聊。真的吗？可是……你还想不想放风筝了？想。天天搁那琴棋书画呗。对了，那个慕容北萧还命人送过几次东西给他，但是都被宣柔当场给扔出去了。他还振振有词说他有喜欢的人是……胖幽灵说着，下巴往叶玄锦的方向偏了偏。招蜂引蝶。声音虽小，但还是清晰传入了叶玄锦的耳畔。自己放。叶玄锦身影朝慕幽月弯弯俯下，轻轻吻住了她的唇瓣。你干嘛呀？我什么时候招蜂引蝶了？不就只招了你一个吗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话说回来，有了别人的托付，这样不显得你更加招人喜欢吗？慕幽月被他这话给堵住了，好像有点道理。这是来找我了？在这等我。大胆，竟然敢拦太后娘娘的路！太后娘娘恕罪，皇上下了命令，不许任何人打扰。是吗？皇帝如今连哀家都不放在眼里了，那哀家便在这里等他。太后娘娘脸色不太好。哀家听闻慕幽月在陪皇帝放风筝，哀家有事儿找他。怎么，你没告诉太后娘娘，皇上下了旨意，不许任何人打扰？区区一个臣女，还得让哀家三催四请，你们眼里还有哀家这个太后吗？区区一个太后，何时连皇上的旨意都敢违抗了？抗旨是什么后果？太后不会不知道吧？哀家的懿旨也是旨意，你护得住慕幽月一时，护得住她一世吗？先管好你自己再说吧。叶玄锦语气浅浅，却有股穿透心间的寒意。魏太后亦是在这瞬间感受到了一股杀气，身子一软，差点就要晕过去。作为臣子，见太后娘娘如此，也于心不忍。臣不妨给你指条明路，天瑶国国君此次带了巫医一同进京，太后娘娘对此人应当不陌生吧？太后娘娘，不好了，又出现了这个东西！魏太后一看，又是来自风刀寨的飞镖和血书，心情瞬间一沉。走，随哀家去见慕容北萧。对了，去把公主一起叫上。不愧是景王呀，一出手那股奸臣气质拿捏得死死的。你这是夸我？不然呢？没听出来。主人，我去就来。主人，我也想去做个热闹。我们出宫。不陪皇上一起玩了吗？不陪。两人一起出宫。你觉得轩宇这个小屁孩像个旷世奇才吗？啊？慕幽月被问住了。旷世奇才？这个目前倒是没看出来，未来不好说。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脑补了一出不知所云的大戏而已。两人出了宫，坐上马车。临冬，京城的气温下降得特别快，街道上的百姓们纷纷穿上了棉衣。你冷吗？两人同时开口，又同时摇头。或许是我们练了玄灵术的缘故。主人，皇爷爷要你去看好戏。太后娘娘要见本国君，派人传一声便是了，怎的亲自登门了？今日柔儿吵着要哀家陪她四处走走，哀家没什么去处，只好来叨扰国君了。慕容国君，本公主没有打扰你吧？二位不妨有话直说。这段时间，哀家被一些不知名的势力迫害，身染疾病，
所以特意想请巫医程瑞帮忙。原来如此。不过本国君倒是有些好奇，是何人如此的胆大包天，竟敢威胁宣朝的太后娘娘？没想到幼帝登基，竟连太后娘娘的安危都无法保证了。朝中奸臣当道，早已不如从前了。叶玄锦，胖幽灵眼看着这老太婆又要开始说叶玄锦的坏话了，唰的一下附身了宣柔的身。慕容国君，你行行好，救救我母后吧！她现在整晚睡不着觉，这么下去会变痴呆的呀！痴呆你懂吧？就是和傻子没两样。我这可怜的老母亲呀，女儿无能啊！你先起来。你要是不给我母亲治病，我今天就跪死在这里。好，本国君答应你。为何让他来找程瑞？跟你学的，先给他点希望。回禀太后娘娘，您的情况有些棘手。走，咱俩吃饭去。走吧。公主，请随属下来。也行。太后娘娘是得罪了什么人吗？您的身体不仅中了2种剧毒，还中了1种蛊。什么？还有1种寒毒，以及梦蛊。巫医，那你可有办法救哀家？蛇蝎美人之毒、寒毒、梦蛊，皆是世间奇毒，随便一样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。也不知道对方为何下手如此之狠，竟要这般的折磨太后娘娘。风刀寨，是风刀寨。风刀寨。程瑞，你可有办法救哀家？3种毒只得一步一步来。如今最困扰太后娘娘的，只怕是梦蛊吧。不错，自从被这梦蛊缠身，哀家夜不能寐，实在是折磨。话说回来，太后娘娘不是最善用蛊吗？此蛊门道极深，哀家尝试过许多办法，都无从下手。那就请太后娘娘给程瑞2日时间吧。也好。待魏太后走后，国君，此事有什么好救的？方才魏太后提起风刀寨，属下觉得此事颇为蹊跷。想赵岩至今还在咱们天妖国内，风刀寨怎会重出江湖呢？不过是有人借了风刀寨的名来作恶罢了。你那个梦蛊哪里弄来的？独门秘制。还好我之前没有给你下无色无味的毒药，要不然我肯定也要倒霉的。怎么，你还真的想过，有你这么恩将仇报的吗？那我不是没那么做吗？我是不是喝多了眼花了？咱们爹，你看那……那不是景王吗？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？有点眼熟啊。慕幽月。这宝贝女儿和自己死对头搞在一起了，穆相知道吗？你不和我一起进去吗？这么舍不得我。而后上前一步，压低声音：那不如搬过来和我一起住。你也不怕我爹一把火烧了你的景王府？这倒是。我现在全部家当都在你那里，万一被岳父烧了，以后就要露宿街头了。不远处，一直在等慕幽月回府的穆相看着这俩站在门口大半天不进来，最后急得走了出来。你俩站门口喝凉风呢，还不进来？他们去哪儿了？老大今晚住他的将军府，老二不知道又跑到哪里去浪了，小三在太医院忙活，小四遇到一个棘手的案子，还没回来。这一天天的，也就你二哥最闲。对于二哥又突然神秘消失，慕幽月下意识往叶玄锦看去。叶玄锦眼底满是无辜之色。最近他已经许久没让穆星泽外出办事儿了，一直陪他们吃了晚膳后，甜甜你先回屋，我有话和小锦说。
天瑶国此次来，并非求亲那么简单吧？慕容北萧这些年，在宣朝各地布下暗桩，对宣朝脉络早已了如指掌。竟有此事？这么说来，天瑶国奸细是真实存在的。叶玄锦被这猝不及防的拐弯给怔了一下，而后轻轻的点头，的确存在。好一个天瑶国！岳父放心，目前来说，慕容北萧还构不成威胁。临走前，木相忽然叫住他，冒出一句：“小锦啊，过完年，甜甜就18了。”岳父这话的意思是他想的那般吗？心尖莫名又开始刺痛起来，疼痛逐渐加深。我的意思是，年初2就是甜甜的生辰了。往年因为那些不愉快的事情，我们都没能陪着甜甜一起过生辰。今年就不一样了。作为一个女孩子，甜甜连吉吉礼都错过了。我知道了。那没事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爹和你说什么了？岳父让我好好待你。肯定不是。回到锦王府，到了后半夜，别无他法。你本来就是渡恶劫的嘛，做你的恶人就行了。感情这种事不在你的恶劫之内，自然是要受到惩罚的。说真的，你现在刻意放缓作恶的脚步，对你而言十分不利，违背天意，反而会让你加快离开的脚步。所以，多做恶事，拖延时间。翌日上朝时，怎么办啊？说还是不说啊？我不敢说呀，这万一丞相大人不知道，我们这么一说，可是要出大事了呀！到时候咱俩还直接得罪了景王，那我们死得更惨了。可不是吗？但是，咱们和丞相大人那么多年的交情，瞒着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最后，两人一致决定提醒一下木相。丞相大人早啊！你俩刚刚在后面嘀嘀咕咕什么呢？我俩在聊你家优越呢。怎么地？我要是没记错，优越生辰快到了吧？这过完年都18了，咱们优越又出落得亭亭玉立，想必有不少年轻男子爱慕吧？这家伙不会想让甜甜做他们家媳妇儿吧？陈大人的儿子陈庭轩最近也经常约着老二喝酒，难不成打这个主意？爱慕有什么用？得甜甜自己喜欢才行，否则我是不会同意的。丞相大人说的对，不过常言嘛，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优越到底是个小姑娘，性情单纯，万一有一天她被坏男人骗了怎么办？你俩到底想说什么？亦或者，你俩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两人一顿，欲言又止。上朝时，大军即将启程驻守边境，原镇军将军黎元林因伤无法再上战场，虽已有神威将军穆承安，而神威将军毕竟年轻，经验不足，因此臣想推荐一人。黎青想推荐何人呢？现任军务都统纪守云。纪守云乃是封长河表弟，自幼随封长河出入军营，骁勇善战，足智多谋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臣赞同李老将军所言。臣也赞同。一些和黎瑞贤走得近的大臣们站了出来附议。轩辕有些拿不定主意，看向叶玄景：“你先自由发挥。自古英雄出少年，身为将军立下的功劳有目共睹，只用年轻二字来否定他，朕不赞同。一个朝代想要存活得更加长久，必须不断地注入新鲜的血液，穆承安便是一个最好的开端。不错，有点旷世奇才的调调了。”皇上圣明。皇上，
你说的有理，可季守云这个人才埋没了，实在可惜。谁说他是个人才了？叶玄锦适时出声，正愁找不到作恶对象呢，想着来朝堂碰碰运气，刚巧便有人送上门来了。就因为他是封长河的表弟，还是说黎元林卸任后，李老将军开始着急了？晋王此言实在令人寒心呐。老臣一家对宣朝忠心耿耿，这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。晋王又何必把人想得那么龌龊呢？哦，忠心耿耿。皇上，晋王，李老将军只是稍加提议而已，并非有意扰乱朝堂。皇上，今日这朝堂局势也太复杂了吧？他瞬间又脑袋空空了。臣若是没记错，李老将军也早已卸任，不再上战场。既是如此，他这上朝的资格是哪来的？先帝在世时便下过旨意，准许老臣上朝资格。晋王如今未必管得太宽了一些吧？原来是先帝下的旨意，那便废了。臣附议。最后，宣宇当场废除了先帝的旨意，取消了黎瑞贤的上朝资格。方才提起前任都统封长河，臣一直觉得此人死得蹊跷。臣恳请皇上下旨重新彻查封长河的死因。早朝结束后，叶玄锦神清气爽，拿黎家开刀，不仅做了恶，还不会让岳父反感，实在是妙啊！穆昭辉，好一出美人计！卖女求荣，你也不过如此嘛！有些人脸真大呀。李瑞贤，不是什么人都和你一样没有心。穆幽月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想要态度，你配吗？黎香倒是想使美人计来着，可她没本事啊。我就是使美人计了，那又如何？你行你上，你猜对了，叶玄锦就是我的男人，我依靠我的男人，有错吗？在黎瑞贤离开后，甜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昨天约了叶玄锦一起吃午饭来着。那我不打扰你了，早点回来。陈大人，你刚刚都听到了吗？哎，听见了，我又不聋。真是没想到啊，死也没想到啊！他们听到穆幽月亲口承认叶玄锦是他的男人，而且是当着丞相大人的面儿。等很久了。还好，也刚来不久。难怪这个穆幽月连哀家都不放在眼里，原来是有叶玄锦给他撑腰。唉，叶玄锦今日在朝堂上处处针对黎瑞贤，哼，以黎瑞贤的性子，他不会坐以待毙的。既然如此，太后娘娘可得抓紧时间调养好身体才行啊。程瑞那边可有动静啊？郑建台摇头，传令下去，哀家明日要办一场私宴，请各位3品以上的官家夫人以及千金参加。啊不，5品以上，不管嫡女还是庶出，都必须来。是，太后娘娘。关于重新彻查封长河死因，你可有把握？没有证据，制造一些便是。不愧是你，不愧是你的男人，对吧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对你，我总是格外关注一些。甜甜，能被你光明正大的承认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因为你是叶玄锦啊，你知道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你喜欢我，喜欢的要死了。滚，煞风景。叶玄锦又一次笑出声，低下头准备去亲一亲他时，只听穆幽月叹道：“我二哥到底去哪儿了？”煞风景，大约是去抓奸细了。啊？天瑶国的？不一定。这世道奸细可真多。
穆星泽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爹，你大晚上不睡觉干嘛呢？这几天干嘛去了？我就是出去玩了几天。玩？穿成这样去玩？我这不是出门匆忙没带好衣服吗？所以路边随便买了件袍子来穿。木相呵呵两声，指着自己的脸，脸上很干净啊，怎么了？我是说我看起来很好骗吗？老二呀。木星则眨巴一下眼，看着木相，你该不会是去当奸细了吧？啊？爹，你在侮辱我！木星则露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一直秘密在皇上手下做事。这次我突然消失，也是因为接到了皇上密函，要去调查天妖国此行的目的。你跟着皇上在做事？啊，对。木相眼前的木星泽形象一下子就高大了起来。皇上为什么会选你？因为我轻功好，武功也不错，人又机灵，办事效率又高，文韬武略、琴棋书画样样。是因为叶玄锦吧？皇上一个刚登基不久的奶娃娃，不会想到这一层。你其实是听命于叶玄锦的吧？现在该怎么办？承认还是否认？承认了，会不会被当场打死啊？只要不做出危害宣朝的事情，爹支持你。真的？我们穆家的儿女，个个都是穆家的骄傲。从前是爹一直轻视了你，爹和你道歉。你快去看看，他是一个人回来的，还是和叶玄锦一起？快点儿，别愣着，要不然我揍你啊！说好的我也是穆家的骄傲呢。二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也是刚回。门内有脚步声匆匆的过来。穆星泽，你还知道回来？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？我早就猜到你今晚会偷偷摸摸回来，所以特意在这逮你呢。甜甜，你怎么也在门口啊？我还以为你早就回来了。很晚了，甜甜你早点休息。而后又朝木相和木星泽示意，岳父和二哥也早点休息。好的，锦王你快回去吧。好，再见。我今晚去了一趟李府。什么？你去那里做什么？多危险啊！黎瑞贤府邸机关重重，可不能随意去探。放心吧，我没有什么事。倒是有一点让我意外，大理寺程长安竟然是黎瑞贤安插在大理寺的人。爹，二哥，你们对此人了解吗？此人出身寒门，当年是在刑部侍郎手底下打杂，后来有一日被刑部侍郎亲自举荐，进了大理寺，之后表现不错，便被先帝下旨升任了大理寺卿。这人我平时也见过几次，沉默寡言的，虽说做事很有条理，但有时太过激进，缺少理智。木星则摸了摸下巴，又往木相投去一眼。你看我干嘛？爹之前把小四弄进了大理寺当了少卿，虽说小四案子完成的漂亮，让人找不出一丝问题来，但对于长安这样从底层往上爬的人，心底自然是不服气的。从底层往上爬，你想得太简单了。这世上有多少这样的人，为何偏偏是他被举荐进大理寺？你呀，还是太年轻了一点。爹知道什么内幕吗？刑部侍郎韦玉明当年差点就娶了你们娘亲，但你们娘亲倾心于我，后来嫁给了我。这些年，韦玉明虽然面上没表现出来，可心里一直记着这个仇呢。他虽然做不成黎瑞贤的女婿，但黎瑞贤在京中根基深厚，韦玉明一直巴结着他呢。穆幽月和穆星泽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么个八卦，
对了，傍晚的时候宫里传来消息，说太后明日午时设了私宴，要各家女眷前去参加，甜甜也在名单内。好，我会准时去的。哇，悠悠，要去杀人吗？不一定，先备着。听说你今天要进宫赴宴，那你总得带个丫鬟一起吧？你想去？那当然了，京城其他地方我都玩腻了，就差这宫里。好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太棒了！去通知宣坤，就说太后今日设宴给他选妃，而且要给他一次性选20个。好家伙，好家伙！干嘛了？不得了了呀！这大殿后面坐的全是天瑶国的人，而且都是男人。这帮家伙一个个都色眯眯的往这里瞧，对着各家千金选妃似的，一顿评头论足。果然如此。给我去附近再抓几个幽灵来，然后……听完穆幽月的主意，妙啊！这简直是要开启一场百鬼盛宴呢，太刺激了。上回百花宴不欢而散，哀家遗憾了许久，便借今日筹办一场私宴，邀请各位前来。能被太后娘娘邀请，是臣女的荣幸呢。只是臣女有些好奇，这剩下这么多的空位，是给谁安排的？都怪老奴疏忽了，忘了今天太后娘娘还安排宴请了天饶国的各位使臣们。各位千金应该不会介意与使臣们共宴吧？今天晚上是不砍死这个太后，我晚上一定觉都睡不好。你先淡定一些，一会儿有好戏看呢。直到此次天饶国随慕容北萧前来的周将军，正一脸耐人寻味地打量着穆幽月。周将军是菜色不合胃口吗？哈哈哈，非也非也，是周围的各家小姐们姿色出众，远胜这一桌美酒佳肴啊！看得周某人心潮澎湃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是吗？哀家听闻周将军早年丧妻，这些年一直未娶，是未遇到心仪之人吗？如此直白的话语，让各家千金几乎都明白了这场私宴的用意。蓦地，除了穆幽月以外，没人看到10余个幽灵飘了进来，依次附在了天饶国所有的使臣身上。百鬼盛宴正式开始。穆幽月唇露几分笑，便见附在周将军身上的胖幽灵摸着下巴，色眯眯地看着太后。先前没遇上，现在遇上了。哦，敢问是哪家千金呢？若是方便，哀家愿意帮周将军做个人情。可不就是太后娘娘您吗？这被岁月浸染的皱纹，这鲜红的大嘴唇子，这黑白分明的秀发，在场还有比你更有特色的女子吗？周将军，你这可不得行啊！我也看上了太后娘娘啊！我了个乖乖嘞！你弄啥嘞？啥便宜都让你得嘞？就是噻，哈皮一个，我一个锤子敲不死你的。咋的？不服气是吧？来呀，看也不把你们打得满地找牙！尔等放肆！太后娘娘岂是你们随意调侃的？开个玩笑，活跃一下气氛，没劲死了。周将军真爱说笑，哀家都被你吓到了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太后娘娘的姿色，果然无银可以媲美，天下一绝啊！被受幽灵附身的使臣夸赞道：“对头，对头！天瑶国使臣们远道而来，不知哪位千金愿意一展才艺，扬我宣朝的风貌？不如就让臣女来献丑吧。”对于穆幽月突然主动站出来，魏太后面露几分警惕与怀疑。未等他开口，母后，你是疯了吗？这些年你一直逼着我做不喜欢的事儿，先逼我举路妙龄，又逼我学武功，现在更是变本加厉，20个！你现在居然还要我从这些千金里面一次性选20个女人？你当我是皇帝选秀吗？你是真不怕我折寿啊？
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是谁告诉你的？你别否认了，你今日办这场私宴的目的，我已经都知道了。虽说陈女等人人微言轻，可陈女好歹也被封了个郡主，这婚姻大事岂容太后娘娘如此胡来？不错，太后娘娘今日势必要给我们各家一个交代。哎，搞什么玩意儿呢？不是让我们挑选心仪的女子吗？怎么还顺带给你自己儿子选呢？这姑娘一共就那么多，你儿子一次性选了20个，我们选什么？选太监回去吗？门外响起通报声。皇上驾到，景王殿下到。穆幽月适时撤走了所有的幽灵。听说有人在给本王的女人选男人，是谁？站出来让本王仔细瞧一瞧。正当大殿内气氛诡异时，回过神的周朗想起被附身之前魏太后问他的问题。太后娘娘，周某看上了这位小美人，想娶这位小美人回家。大殿内一片死寂。叶玄锦侧眸朝周朗这个狗东西看了过来，青狼的眸子微微眯起。下一瞬，衣袖一挥，身后文霄手中的佩刀随着劲风出鞘，快速的闪电。这是眨眼的功夫，周朗人头落地。叶玄锦，此人是天瑶国的将军。你先担心你自己吧。说罢，朝穆幽月看了过去。过来。穆幽月走向叶玄锦，走近后，我刚才好害怕。没眼看，老大不愧是老大，随时都在放大招。别怕，有我在。轩宇见时机差不多了，该轮到自己表现了。太后私邀天饶国使臣，违背朝纲，今日若不给朕一个满意的解释，朕定要严惩，以正朝纲。皇上，你可要为臣做主啊！母后要给我一次性选20个千金回府，这不乱套了吗？这是哪里传出来的谣言？哀家分明只想给坤儿选个王妃而已。至于天饶国的使臣们，哀家也只是想尽地主之谊而已，并没有其他想法。是有心人存心勾陷哀家，请皇上明察。穆幽月再次放出幽灵，幽灵们又一次附身使臣们。不对啊，太后你明明说过，今天我们看上哪家千金，你就让我们娶回家的呀。我就是，要不然我们闲的来和你吃饭吗？我们不忙吗？真是没想到，堂堂的宣朝太后竟然出尔反尔，你是瞧不起我们天瑶国吗？皇上明察，太后娘娘今日设下私宴，邀请各家嫡女庶女，的确是为了供天瑶国使臣以及坤王殿下选妻，实在荒谬。哀家好心好意的设宴款待你们，从这宴会开始，便有人在引导众人诬陷哀家，究竟是谁如此歹毒？叶玄锦逆着他，不屑地笑了笑。太后今日所为，人证皆在，朕来时已派人去长清馆调查过，使臣们的确是收到了太后你的邀请，才会前来赴宴的。而刚才众千金和众使臣也都表明，今日这些荒诞的事情也的确是真，太后就莫要否认了。皇上，不好了！何事？百官听闻太后娘娘今日邀请众千金设私宴给天瑶国使臣选妻，这会儿全都进了宫了，跪在殿外要太后娘娘给一个说法。今日这事儿怕是躲不过去了，太后娘娘，若不然的话，你先。有了郑健谈出谋划策，魏太后看着满屋子的人，今日之事是哀家没有考虑周全，让大家都误会了。作为宣朝太后，哀家自请禁足于寝殿，吃斋礼佛，抄写佛经，没有皇上允许，永不踏出寝殿半步。今天这事儿，坤王也是受害者，不如就让坤王决定吧。皇上，既然母后已经认识到了错误，那便按他说的做吧。也好，那就这般吧。轩宇点头，魏太后暗自松了口气。叔叔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太后以后每天还要写5000字的忏悔书，这样才会有更深刻的反省。
以后每日天黑之前，朕会派人来取。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果然是你的风格。我没说过这话。百官还在门外跪着，请太后娘娘亲自出面解释吧。另外，天瑶国死了个将军，事关重大，此事因太后而起，也请太后逐一向天瑶国君解释。你杀的人为何要哀家解释？太后若是不邀请他会看上本王的女人吗？他不看上本王的女人，本王会杀他吗？这一切不都是因你而起吗？启禀皇上，天瑶国君适才已经在御书房等着了。门外果然黑压压跪了一片的人，一直到天色暗了下来，魏太后才重新回到寝殿。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害得哀家今天丢尽了脸。哀家早说此举荒唐，是你口口声声保证天瑶国的人会感激哀家，一些大臣府邸的庶女也能享受公主的待遇，远嫁和亲，为何会是这般的结果？今日这事儿的确有些不同寻常，怕是有人提前知晓了我们的计划，故意破坏。是谁？太后娘娘累了一天，还是先早些休息吧。休息？哀家怎么休息？哀家多少天没睡过一个好觉了。这时太后娘娘又出现了，风刀寨。眼下局势越发的不利于太后娘娘，臣倒是还有一个办法，不过还是要先委屈太后娘娘先低头。什么办法？今日众多大臣中唯有黎瑞贤没有出现，太后娘娘不妨考虑与黎瑞贤联手，毕竟你们的敌人都是一致的，与其孤军奋战，不如寻找一个盟友，事半功倍。你在和哀家开玩笑吗？上回离乡的事情，哀家已经和黎家撕破了脸，黎瑞贤凭什么还会帮哀家？很简单，因为封长河的死和黎瑞贤有关，此时的黎瑞贤恐怕不比太后娘娘轻松多少，眼下与他议和结盟是最佳时机。你是如何得知此事的？太后娘娘别忘了，我也曾是将军，我虽没有与黎瑞贤同盟，可有些事情不代表就可以瞒过所有人了。此事就交由你去办。魏太后怎么突然傻成这样了呀？可能睡眠不足引起的脑袋短路吧。毕竟日日夜夜睡不着，伤神又伤身，想法自然不如平时灵活。再加上最近一系列头疼的事情，估摸着也慌不择路了。的确，年纪大了就容易睡不着觉，但今日这事儿，犯蠢也太明显了。外面传来了沈大娘焦急的声音：“姑娘，我要求医。”爹，你先回府吧，我这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忙。岳父，我陪甜甜一起。早点回来啊！沈大娘，怎么回事？悠悠，出大事了，齐花花被神秘人抓走了。齐叔是什么时候不见的？就午时以后，说是和卓涛一起出去闲逛，完了就说想去听戏。卓涛一个大老粗，哪里乐意听这个，就留齐花花一个人在戏馆呢。然后一直到天黑都没回来，我们找了一圈都没见到人，也去戏馆打听过了。戏馆的小二还骂骂咧咧地说，齐花花钱都没付就跑了。我心想啊，一定是出事了。甜甜，你先别急，我派人去找。我也去附近找找。话落，分头行动。你是赤血山的人，你没礼貌，抓了我不说，张口还就说我是土匪，有我看起来这么仙气飘飘的土匪吗？我没心思和你废话。嘿嘿嘿，老兄弟，咱有话好好说，别打打杀杀的。我看你眉头紧锁，印堂发黑，想必近来是遇到了焦头烂额之事吧？不要慌啊！本身算子今日与你相见，也算一场缘分，我可以给你算一卦，不灵不要钱，咋样啊？我的卦很灵，我看面相也很厉害。我从刚刚一看见你啊，我就知道你最近遇到大麻烦了。
这等江湖算命之人的统一语气，黎瑞贤听过无数回了。佛曰因果循环，种孽因必有孽果，这是所有人都逃不掉的结局啊！你继续说，你把手心摊开，我看看手相。黎瑞贤伸出自己的右手，齐叔看了眼这手相，连连摇头。你这个命啊，说好又不好，富贵分定，切莫强求，若或妄取，必有后忧。谋虑纷纷，日久无成，强行做之，必损命数。黎瑞贤听完他的话，一脸震怒。你别急啊，我还没说完呢，还有关于你家宅方面的呢。人心离散，各分东西，及时合谋，珍惜眼下。我说完了，你要杀就杀了我吧。若妄取，必有后忧。我若偏要妄取呢？哎呀，我说的话你真是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啊。不过我既然有办法算出你的命格，我自然有办法帮你改命啊。但是吧，我这人比较娇贵，必须吃饱喝足睡舒坦了才能帮人改命。你今日把我捆在这儿，已经让我很不高兴了。老先生如何称呼啊？我姓花。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要那么大野心干嘛呀？我要是你呀，找一处院子赏花赏水，不要太惬意。闭嘴！我其实算签子也很灵，你要不摇个签，或者把你儿女叫来，我给他们算算，这样你也能知道谁将来能成大器。不过摇签我就要收费了啊，一支签500两。不知花老这卦象是从何处啊？此乃天机，天机不可泄露。你虽然绑了我，但我还是要对你强调一点啊，记得把我刚才那些话放心里去。你说人活一世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折腾那些身外之物干啥呢？我来摇支签吧。500两。黎瑞贤随手摇了一支签出来。哎，好手气啊！这是一支上上签，签的寓意是独霸天下。此卦红日当空照，凡事随意也。李老将军，你的命格真的非比常人呐！我方在看你手相面相，明明觉得你没有希望了，可你方才摇的这支签却又有绝处逢生的意境。我使劲编得我自己都快信了。就在这时，冯亮走了过来。老将军，太后那边派了人过来。偏厅内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不知太后娘娘突然到访，所谓何事啊？黎瑞贤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如今朝中局势你也知晓，奸臣把控朝堂，你我二人虽不在统一阵营，但都已被赶尽杀绝。如此下去，你我二人都会死在叶玄锦的手里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你与哀家暂时结盟，往后之事咱们另算。眼下哀家要叶玄锦和穆幽月死。好，你这是答应了？我还有一个要求。你说。告诉我，九幽是谁？九幽？你知道他？他是赤血山的头领，是哀家找来教坤儿和柔儿武功的。什么？仅仅如此？不然呢？既然要和我合作，我也必须看到太后娘娘的诚意。明日你想办法引九幽见面，我要见他。好，哀家答应你。黎瑞贤迫不及待地要去见齐叔，想要从他那里套出更多的话。殊不知一盏茶之前，嘘，先跟我走。我要留在这里当黎瑞贤的军师。军师？你不怕沈大娘拿鞭子抽你？不是悠悠，我和你说啊，刚才黎瑞贤已经被我唬的就差喊我一声爹了。齐叔巴拉巴拉地把刚才的经过说了一遍。所以这是一个打入李府内部的好机会，顺便也让黎瑞贤知道绑架我的下场。可是，幽月，这里有我在，放心吧。
哎呀，悠悠，你就放心吧。你齐叔虽然武功没你们厉害，可我脑袋瓜灵光着呢。何况我最近也正愁无聊呢，好不容易寻到一个乐子，你就答应了吧？哎，行吗？齐叔下回啊，给你买糖葫芦吃。唉，就这样，穆悠月妥协了。甜甜原来这么好哄，一根糖葫芦就能把你收买了。去，我那是不想和老人家计较，糖葫芦那种玩意儿又酸又甜的，我才不爱吃。穆悠月才不承认自己会被一串糖葫芦给收买。叶玄锦眼中笑意不断。如此说来，甜甜可真是尊重长辈的好姑娘。那不然呢？齐叔就是个老顽童，加上我们这些人又不信他的卦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迷弟，他能不激动吗？迷弟？叶玄锦又听到了奇奇怪怪的词，就是很崇拜对方的意思。两人打趣了一阵儿，一道身影从另一头走了过来。你们好好谈谈，我在旁边等你。悠月，你先听舅舅说，身在李府并不是我能选择的，而我却可以改变黎家的下场。作为黎瑞贤在外的私生子，我自幼未在黎瑞贤那里感受到半分的父爱，反倒是素婉姐姐让我真正的体会到了家人的感觉。我不会让姐姐枉死的，也不会让你白白受那些无妄之灾，舅舅会帮你尽数讨回来的。悠月，不要再恨舅舅了好吗？舅舅只有你一个亲人了。舅舅，简简单单的2个字儿，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如烟散去。齐花花这老头吃饱了撑的吧？我们在这担心个半死，他还钻进去当卧底，他也不怕别人发现之后把他给活剐了。对啊，实在不行，我去李府当丫鬟吧。我可以去当烧火大娘。我可以去当护卫。我可以去当小妾。所有人一脸惊恐地看着语出惊人的沈雨意。哦，开个玩笑的。都打住！黎瑞贤那边今日抓了齐叔，想必已经是察觉到了你们的存在，安全起见，你们现在就动身回赤血山。悠悠，我能不能过完年再回去嘛？不行，留在这里太危险了。悠悠，是这样的，我们都走了，留齐花花一个人在这儿，我们也不放心啊。是啊是啊，齐叔武功那么差，万一遇到点麻烦。穆悠月有些为难地看向叶玄锦。没事，可以住我府里。就这样，此事拍板而定。糟糕，这么晚了，此事都过去好久了，爹爹怕是又要在家胡思乱想了。我先回去了。出了门，穆悠月和叶玄锦告别。我送你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回去，要不然一会儿又要解释半天。穆悠月说完，轻功直接离开。叶玄锦看着他离去的方向，心中问着自己，是不是该早点把小怪物娶进门了？只是在没有彻底将那鬼东西从脑海里剔除之前，他没有把握。叶玄锦有些惆怅，娶妻之路还很漫长。甜甜，二哥，你还没睡？我专程在这儿等你呢。爹呢？你放心吧，大哥今晚帮你解了围，老爹这会儿啊睡得比猪还死呢。大哥帮我解围？大哥回来的时候，爹说你去给人看病去了，正在等你呢。结果大哥说你遇到的病人比较棘手，要很晚才回来，让爹早点去睡。爹就信了。果然呢，咱们这个家呀，大哥说话最管用。今晚的确遇到一些麻烦，齐叔被黎瑞贤给抓走了。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，多亏了齐叔有糊弄人的本事。哦，对了，魏太后说明天要见你，确切的说，是她想见九幽。他找我准没好事，我才不去呢。再说了，他想见我，我就一定要见。我猜也没什么好事儿，那就不去了。再过2日，大哥又该启程去边境驻守了。这么快？
是啊，大哥自从入军营以后，每年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。现在封了将军，身上的担子更重了。边境那边又经常有一些小动作，没个主心骨在那里不行。这次舅舅不随军了，黎瑞贤必定会在启程的队伍里做手脚。舅舅？整句话里，木星则只关注到这2个字儿。甜甜怎么回事？怎么都喊上舅舅了？穆幽月还不知道要怎么和二哥说这事儿，他长话短说，解释了一下缘由。是吗？黎家竟然还有好人吗？娘如果在天有灵，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。不过最近我倒是梦见了娘好几次，那种感觉特别真实，真实到我总觉得她还在。或许木星则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想说什么。如果真的是那样就好了。你俩大晚上不睡觉，在这聊什么呢？白天就不能聊了吗？爹，你怎么醒了？是我们说话吵醒你了吗？做了个梦，睡不着了。你不会是梦见娘了吧？梦到你娘倒好了，我是梦见了一些不太好的东西。我有点担心程安，我梦见程安启程途中出事了，我还梦见了李老贼的脸，吓得我从梦中惊醒。别，梦都是反的。现在有锦王压制着黎瑞贤，他都自身难保了，哪儿还有心情出幺蛾子？就是呀，何况咱们大哥那么聪明，也不会轻易就落入圈套的。爹，你要相信大哥。甜甜说的有道理。甜甜，你给哪家治病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小锦陪你一起的吗？怎么自从我认识小锦后，你总是回来的很晚？你们2个是不是瞒着我？今天给病人针灸了，手腕好酸，我先去休息了。说完立即消失在了木相眼前。我问你，赤血山那些人和甜甜是什么关系？赤血山那些人，上回不是你无缘无故把人家绑大理寺了吗？后来还是甜甜亲自登门去和人家赔礼道歉的。那些人看甜甜是个小姑娘，也没和她计较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真的。真的呀，爹。你想啊，你上回莫名的把人家押去了大理寺，甜甜不是担心人家报复你吗？结果人家特别和气，一点也不像传说中那样。江湖传闻真是害人啊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件事都怪我太冲动了。得亏甜甜想得周到。对吧？咱们甜甜脑瓜子就是灵。没错。翌日，看来太后娘娘的威望也不过如此嘛。太后娘娘，李老将军，你们都先消消气。九幽本就是江湖人士，性子古怪，当务之急，咱们先把眼下的困境解决再说。现在我们最大的困境是我们在军中没有一席之地。穆昭辉与叶玄锦如今沆瀣一气，叶玄锦和穆承安又手握兵权，我们再不抓紧行动，就再也没有反抗的能力了。哀家这里有一奇鼓，不知李老将军是否感兴趣啊？不可，万万不可！你们一个个呀，知道你们仨为什么能凑在一起吗？那是因为你们做事从来都不动脑子，一直以来都太过轻敌，所以才屡战屡败。魏太后刚要发怒，黎瑞贤示意他先淡定。就说你吧。算了，不说了。李老将军，你从哪儿弄来的怪人？哀家下次不想看见他。太后娘娘，这位花老乃是不可多得的半仙，你切莫出言不逊。安心不足蛇吞象，安分守己，可免灾祸。说罢，又对黎瑞贤道：我方才说了，切莫轻敌，你们能想到的事情，以为对方就想不到吗？如今你们腹背受敌，以我的见地啊，我劝你们安分一段时间。
此事容我再想想。今日微臣告退了。哼，和时威风凛凛的李老将军，竟会被个神棍糊弄得团团转，真是可笑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老鼠的儿子就是老鼠，怎么会变成龙呢？密道内，我怎么突然觉得齐叔真的有点神呢？我一直都觉得齐叔挺神的。啊，那我以后不会真的一口气生3个吧？没事，我养得起。密道内安静了几秒钟，穆幽月感觉脸颊有些发烫，转移了话题。说真的，宣坤摊上这样的爹妈还挺惨的。人家只想当条咸鱼混吃等死，奈何有个作妖的娘。夜晚，承安呢，到了边境，记得多给家里寄书信报平安呢。爹放心，不必太担心我。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爹，你干嘛呢？搞得以后不见面了似的。你要是实在想大哥，没事，我以后可以帮你跑腿去探望大哥，反正我最闲嘛。甜甜，记得替大哥照顾好父亲。大哥放心吧，我一定照顾好爹爹。那就劳烦锦王好好照顾甜甜了。大哥放心。什么话？当我3岁小屁孩吗？常言道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你不就是个小屁孩吗？滚！没大没小。父亲莫气，吃点东西。你们一个个都不省心，还是小三最乖。我们小三从小就老实，哪像你们这几个，恨不得把天都给捅了。甜甜，三哥近日钻研了一种无色无味的毒物，等你得空帮着参考一下。苍天哪，连小三也学坏了。话说回来，你咋不早点把这无色无味的毒物研究出来呢？饭后，叶玄锦站在长廊，单独和穆承安说了几句话。让他尽管放马过来吧。锦王，看得出来，甜甜对你是真心的。甜甜自幼受了很多苦，我们穆家上上下下都亏欠着她，还请你好好待她，切莫辜负她的一番真心。其余的话，我也不愿多说，希望你自己明白就好。大哥介意我叶玄锦是个恶人吗？我比较护短，只要是真心待我家人的，在我眼里就不是恶人。大奸臣，你看吧，大哥还是很明智的。好了，大哥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聊。穆承安走后，穆幽月抬眸，目光定定地落在叶玄锦的脸上。叶玄锦，你在担心什么呀？我可以亲你吗？那就一下，就亲一下。他踮起脚尖，飞速地在叶玄锦的下巴亲了一口。好了，就这样。这也行吧。说完，俯身又在穆幽月唇角亲了一口。你干嘛呀？是我要亲你，又不是让你亲我。我亲一口，不对吗？2日后，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喜得贵子，还没来得及恭喜你一下。穆幽月说着，从储物袋里摸出一对金手镯。多谢师傅，徒弟替瑞儿先谢谢师傅了。不客气，应该的。近来你和宣柔公主都没有来练功，你们还练吗？若是不练了，为师可要离京了。最近我也挺忙的，恐怕没时间学了。那行吧，那我今日就要离京了，本想去和太后娘娘打声招呼的，可听说她被禁足了，那我就不方便去了。没事，母后那边我得空去说一声就行。师傅要去哪儿啊？路途远吗？干粮准备好了吗？我让厨房做一些点心，让你在路上吧，免得给饿着了。瞧瞧这善良的人儿啊，多好一孩子，活生生被逼成什么样了。往后你就是我九幽认定的徒弟，谁要是敢欺负你，师傅替你出头。多谢师傅。日子连过几天，
老爷，景王殿下来了，说是有急事。哎呀，小锦来了，你就直接让他进来嘛，又不是外人，外面多冷啊。锦王的地位直线上升啊。对啊，叶璇锦本来就是人见人爱嘛。不多时，叶璇锦进了门，但脸色并不好看。出什么事了？大哥不见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承安怎么会不见了？国安拜见丞相大人。郭副将，怎么是你？你不是随着承安一起离京了吗？那日我们大队人马离京，途经百寺林时，将军突然说有事，让我们先行。可之后将军一直没有出现过，军中人多眼杂，末将感觉有些不妥，便先命人伪装成将军的样子继续前行。但是将军依旧一点音讯也没有，末将便快马加鞭赶回来，知会景王殿下一声。现在我们该如何是好？大哥不是鲁莽之人，他突然不见，要么遇到了难以抵抗的危险，要么就是有身不由己的事情。会不会和花胜国有关？不行，我不放心，我立刻派人去查。不用去查了，有眼睛看到前阵子花胜国大公主萧渊秘密进了京，又在大哥启程前1个小时离京。花胜国大公主，她和承安有什么关系？一定是萧渊绑了承安。小姐，你想办法帮我告假几天，我要去一趟花胜国。爷，你先别急，咱们一步步来。当务之急，不能让军中有人发现大哥不在，得先找个靠谱的人，易容成大哥的样子坐镇。易容？我会易容术。军中事宜我来安排。不多时，叶璇锦唤来云蝶，慕幽月当场催动易容术，将云蝶易容成了穆承安的样子。国安、云蝶，你们2人即刻动身入营，本王会再派一些精兵跟随你们。是，殿下。国安、云蝶匆匆离开。花胜国在南，如果不眠不休，一刻不停地赶路，约莫60日能抵达花胜国境内。我现在收拾东西。岳父，怎么了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必须留在这里。你若贸然告假一段时间，定会引起旁人的一些重视。让我去吧，花胜国不是个女尊国吗？我是女子，去了办事也方便一些。我和田健一起去，路上还能帮衬一些。我在花胜国有一些眼线，应该也能帮上忙。小姐，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。一旁的穆星泽和穆幽月一脸尴尬，所以他俩看起来还没大奸臣靠谱是吗？是景公子回城了。哎，甜甜，你大概是没见过景行吧？穆幽月摇头。景行便是刚刚他们口中的景公子，景家这一代只有景行一个子嗣，但景行无心打理生意，想要过闲云野鹤般的日子。于是呢，2年前他任性出了花胜国，谁知刚到宣朝境内就被土匪给打劫了，身无分文，人还被揍了个半死。恰好景王路过，他求景王救他。穆星泽说罢，笑得更鸡贼了。但是景王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救的呀，就问景行愿意拿什么来换这条命了？你该不会趁机勒索了景家家业吧？是他主动给我的。我看起来很好骗吗？是真的。景王说的真的。景行说他除了家产以外什么都没了，然后签了卖身契，所以顺理成章景家的家主就易主了呀。话说回来，那个打劫了景行的土匪该不会是甜甜你吧？怎么可能，我不会随便打击良民的。也是。对了，那个女子。穆幽月说起刚刚那位管家崔明秋，叶璇锦道：他是我底下的人。明秋姐善经商，武功又好，所以景王把她安插在这里打点景家。属下拜见景王殿下。明秋，不必多礼。这位是
说完，又见两人姿态亲昵，瞬间觉得自己问多了，笑着道：“属下恭喜殿下。”“你好，我是慕幽月。”“慕幽月，姓慕，难道是？”“明秋姐，我来介绍吧，这是我妹妹，也是未来的，你懂吧？”“明秋，有件事情需要你先去查探一番。”叶玄锦淡淡开口，简单吩咐了一下崔明秋后，崔明秋会意：“甜甜，先去休息一会儿。”“好。”“哇，这个府邸好大。”“别有一番风韵。”走了几步，前面走来一个身着粉衣的男子。“啊，忘了说了，景航偷偷回来有半个月了。”待景航越走越近时，慕幽月觉得这人好像有点眼熟。这个人……与此同时，你女土匪，是你这个女土匪！此时此刻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好呀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你们这两个女土匪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。瞧这穿金戴银的架势，这2年没少打劫别人吧？嘿呦，怎么的？今日打算混进我景家打劫来了？”“景航，别说了。”“我为什么不说？荒郊野岭，周围还有狼。这两个恶婆娘杀了我的马，抢了我的钱财，最后连件外衣都不给我留。这就算了，他们还打我，把我洗劫一空，还打我，打得我爬都爬不起来。你说我招谁惹谁啊？我不就想云游四海吗？”景航这一番话，真是闻者落泪，见者伤心。就连慕幽月都在心中问自己：这么过分的事情，真是我干的？感情真是喜结来的。原来我和甜甜一直都很有缘。”“甜甜？谁呀？你俩什么关系？看起来好像是有一腿的样子。”“景航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。这是我妹妹慕幽月，她和景王的关系，如你所见，有一腿的关系。”“圈套，都是圈套！你们合起伙来套路我，我要杀了你们！”“悠悠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啊？早知道今天还能碰见，当时给人家留件外衣好了。”“你说我要不要把打劫的东西还给人家呀？”“暂时不用，先看他表现再说。”“行，我听你的。”“你们怎么突然来花胜国了？”“来办点事。这次你说表现好，可以还你一半家产。”“真的假的？一言为定。”“听木星则简单的将事情描述一下后，怎么偏偏落到萧渊这个女魔头手里了？”“萧渊很可怕吗？”“当然，她很霸道，而且手腕强硬。她是咱们花胜国的大公主，虽然不是女皇亲生，但女皇很器重她，有意培养她为下一任的女皇。所以这个萧渊处处压制其他的公主，还在繁花城内笼络了不少人脉，可谓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穆承安如若和他扯上了关系，10有8九是被萧渊看上了，而且给缠上了，想绑回来做驸马吧。萧渊看上的人，要么从了他，要么就是死，没有其他的选择。”“死？他倒是试试看。他若敢伤我大哥，我一定倾尽全力图他公主府满门。”“若萧渊真心喜欢大哥，那么大哥一时半会儿不会出事，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，先别太担心。”“我听你的。”翌日5日后是萧渊的18岁生辰，女皇特意在宫中设宴为萧渊庆生，景府也收到了邀请帖。“景府不是商贾吗？为什么公主会邀请啊？”“因为景航的小叔叔景子纯是女皇的妃子，虽然失宠已久，但景府还是有这层关系在。平时的宫宴都会顺带邀请景府，只不过因为景航前2年不在，已经2年没有出席过宫宴了。外头还有很多人都在传，景府嫌弃景子纯失宠丢人，才不愿赴宴。”夜晚，
主人，我们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我大哥在公主府里面吗？在。我见到你大哥了，看起来没什么异样，住的地方也很好。我本来想显形告诉他你们来了这里的，可是萧渊突然回来了。主人，我觉得你大哥和萧渊的关系很不一般。怎么个不一般法？来，我和红姐给你们模拟一遍。萧渊，你还没玩够啊？没玩够啊。陈安，我说过，你是我萧渊看上的男人，所以你必须一辈子都留在我身边。陈安，我们早点成婚，你做我的驸马，好不好？不可能，萧渊，我不会留在这里。可你不是还跟着我回来了吗？我说过的，只要你再离开我，我会立刻死在你面前。这个公主府，你想离开其实易如反掌，可你却留在这里了。陈安，你明明也是喜欢我的，根本不舍得我死，为什么就不能为了我留在这里呢？你哥当时的表情可纠结了，我觉得他当时看萧渊的表情特别的深情，又有点无可奈何。他最后说：“萧渊，你舍弃不了你的权利，我也舍弃不了我肩负的职责，我们注定不是同路人。”你们是按照原版演的？他试探性的问。红烟和胖幽灵同时点头。别人感情的事，外人实在插不上嘴，只能他们自己解决。天亮后，大哥和花圣国大公主竟然还有这一层关系啊！大哥呀大哥，平时真是没看出来啊。这我也没辙呀。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站在一个奸臣的角度，我能想到的便是毁掉萧渊的储君之位。果然奸臣。绝。继续作恶。可我觉得，如若我大哥真的喜欢他，是不会忍心看那么骄傲的萧渊从高处跌落。他们两个人都很理智，目前都把自己的感情放在了第二位。君也先来吧。方才萧渊进了宫，请女皇修书给宣朝皇帝，说是让穆承安留在这里做驸马。如若阻止不了这封密函，怕是要出大事了。这个女人到底把我大哥当什么了？如此霸道！我现在就去找萧渊问个清楚。二哥，我和你一起去。叶玄锦捏了捏眉心，有些头疼。我进宫一趟。你直接表露身份去见女皇吗？事情闹到现在，既然已经涉及到了两国层面，我就必须出面。话毕，又吩咐云清去解女皇送出的密函。是，殿下。不多时，云清回来复命。殿下，很奇怪，女皇只派了人出城，但并没有派人送出密函。穆星泽和穆幽月先去了公主府，叶玄锦则进了宫。女皇，景王殿下到了。景王到访花圣国，怎能不提前派人知会一声？本君也好让人做一些准备。女王此刻应当知晓本王的来意。因为穆承安吗？怎么，景王觉得咱们花圣国的公主配不上人家吗？女皇若是觉得般配，又为何假送密函，敷衍萧渊呢？不愧是叶玄景啊，你麾下的人都渗到本君的花圣国里来了。